合伙生意不好做，亲友翻脸像翻书。酒吧老板好帅哦，然后我就跟我哥说，我想要投资哎，最后呢就被我哥喝倒。我想问就是说，怎么断绝兄妹关系？也不是，熊熊出了10万元，跟男朋友和我开了服饰店。我是投资娃娃机店被男朋友 A 钱，不是天使故事。看完这集谁要合伙啦？合伙问题吵翻天，连律师也受不了。前女友跑来跟我说，频道我们共同经营的时候，还有欠厂商货款50万，我可以说我已经退活了，拒绝一起还钱吗？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把我搞肚子大了，然后这个生小孩，你不负责吗？对吗？提分手当下，你要告诉我你有怀孕，你有小孩，那我愿意付钱。我当下我不知道我月经还没来啊，等我过了3个月、4个月，怎么都没来，我一检查肚子已经大了。欢迎收看《女王大人，晚安。他正经的啦。登哥，我跟你说，我巴小玉要准备出人头地，发大财了，快点恭喜我！这到底没头没脑演这一出是演哪一出？你发什么财了？到底？就昨天跟我绝交10年的闺蜜，在我 IG 私讯我，绝交10年。对，她说很怀念我们之间的美好友情，为了展现她想要和好的诚意，她说她愿意用她公司最火红的瘦身产品跟我合伙。我只要出1半的资金，还有出我这个貌美如花、身材火辣的哈巴迪当代言人就好了。其他的东西她都摆平，她还发誓我们一定会赚大钱。不用再说了，别相信他。为什么？告诉你，保证赚大钱的肯定都有鬼。因为我刚好邀请到的4位，曾经都是跟亲朋好友啊合伙做生意的苦主来宾啊，你先听听看他们的合伙经验再决定你要不要跟你的闺蜜一起做生意。好哦。欢迎他们出场，来。首先欢迎陈志强强哥，新郎官。哎呦，鬼鬼祟祟的呀。欢迎关韶文。关，欢迎小乔。哎呦，很美。欢迎张家轩。欢迎律师游杰燕。欢迎大家，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游杰燕是我们今天的律师代表，是新朋友，掌声欢迎。大家好。欢迎。合伙2个字怎么写？一人一口，果然问题多。真的哎，哦，对耶。真的哎，所以合伙基本上10件有8件都不是太好的。不是，就把问题搞清楚就好了，就怕你不在乎那些问题，到后来就有问题。真的。然后我们的环节就是亲友合伙做生意，下场真的惨兮兮。我的那个算是我一个干妹，然后我们其实认识很久，认识10几年，但其实也不是说干妹，就她突然叫我姐姐，我想说哦好吧，那我就是你姐姐。然后我认识她的，容易相信人了。路上人叫你妈，然后我是你妈，你太容易有亲戚关系了。所以她会跟朋友讲说这是我干姐姐，然后她怎样怎样对我很好，我就想说哦好吧，那我就是这样。但其实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因为我认识她的外婆，也认识她爸爸，也认识她的妹妹，就全家人基本上我都认识，然后我就知道。因为就是一认识10几年啦，10几年，对，然后我就是知道说他们家的深入的了解其他家人了，对，家里环境不是说太好，然后我就觉得阿嬷感觉就是也善善良良的一个人这样子，然后呢有一次他就跟我讲说，哎姐姐她想要多赚一点钱，因为她本来是当我的助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好，那你想要怎么样？他就说，因为他之前有在，他就说你们上节目不是常常都是要穿衣服，就是穿漂亮衣服，谁不穿衣服？穿漂亮衣服，出门也要谁上节目不穿衣服？谁上节目也要穿衣服？穿漂亮的衣服，他就说，那我之前有那个韩国代购的经验，那我们就是来做一个韩国代购。他就说，我去负责批货，然后批的那些衣服呢，你就可以自己上节目穿搭，穿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发上网，就可以卖嘛。比如说这是熊熊，原味的是吧？没有啦，就是熊熊怎么可能这样？穿这一款的衣服，对，然后人家看到我们就是可以进啊，帮人家买。然后他说我们也不用囤货，就是你穿这一件，我们就进1件回来就好。那如果客人喜欢，我再帮他下定就好。他说因为韩国那边我很熟什么之类，我想说好 OK，那我就想说那大概要多少钱本金？他就说那我们就是
你先给我30万就好，然后我们1人1半。他就说，但是我现在没有钱给你，他说你先帮我出，到时候卖掉之后有钱之后我再还你。这样我就说好 ，OK 没问题。然后我就都交给他处理，然后我甚至把银行账户直接给他。就是他可以直接任意的使用那个账户，然后我自己也超白痴，因为那个账户除了30万之后，还有我每个月那个演艺收入的薪转都是转到那个账户。等于把整个身家都交给他了。对，然后你给他开了一个金库的门呢。对，后来大概过了半年，就是我准备要生小孩，不对，快要1年，我准备要生小孩了，然后就跟他说，哎，我们要来处理一下那个账户，就是看一下这个月，因为年底不是要结账嘛，然后就发现说，哎，怎么赔那么多钱？赔我的那个账户，我原本是30万，被他花了大概50几万，然后他都没有跟我讲。我就说啊，怎么赔那么多？他就说，其实因为后来就是那个买的货可能客人不是很喜欢 ，OK， 然后所以就囤在公司，然后他打开那个柜子，我真的不夸张，大概200-300件衣服吧，完全没有卖掉，就是卡在我的工作室。然后我就说啊，你怎么不早一点说？你怎么没有讲？我后来才发现，他其实当初他是因为他之前在做韩国代购，他在那边卡了30万，所以他运用一个话术让我把30万直接给他。东墙补西墙。对，直接给他之后他就没有赔了嘛，就变我赔，然后他就拿他之前的可能批的剩下的货，然后再加一点那个新的批的货，然后就说啊这个是我们的货啊没卖掉他也不管。然后我那时候看他每天都在穿新衣服，对，每天都看他穿新衣服哦，对，因为他都拿我的钱去买他的衣服。对，然后后来就被我发现之后，他就说：“你放心，我会把这个库存全部都买回去。”我说：“好，那没关系，我们之后回来再谈。”因为那时候我还带他们去员工旅游，我带他，还有带他妹妹，还带他妹妹的男朋友，我帮他出机票钱嘛，然后那个他妹妹跟他妹妹男朋友住饭店的钱我也全出，车子也全出哦，因为他说他要负责嘛，他说啊，那我们就是和平结束这样。回来之后，直接翻脸不认人直接叫他爸来公司说。那个东西全部都拿走，我女儿不做了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可是她欠我的钱什么？然后他爸就说，那个投资理财本来就有赚有赔，那个是你自己要你没有阅读公开说明书。对，他说那个是我女儿出力，你出钱本来就是这样，我们不用赔。然后我后来就把对话记录给他爸，他爸立刻卖惨说，啊，你也知道我们妇女真的过得很辛苦。紧绷就是只能赔你5万块，没办法再多了。5万，他还花掉你的薪水对啊，然后他还去员工旅游我也帮他出钱，全部人对啊。后来你是傻了我。对，然后后来因为我有去问我的律师，他就讲说，虽然我有那个对话记录是说他愿意买掉那个货，但是律师说他也可以就是主张说，那我把货全部都给你，我都不拿了，你就拿走那些货，因为我们当初。我给他30万的时候，我们没有白纸黑字签约。对，律师就说你要嘛，你就只能拿回一堆衣服，或是怎么样。他说因为法律还会考量他到底有没有收入，有没有存款，他也不可能有没有还款能力。对，他也不可能真的赔你那么多。后来我说好算了，那就拿5万就5万。还在，我跟你讲，他超过分的。做别人的助理吗？没有，他后来不是拿了就是他拿了5万块的，他拿5万块给我，还要给他5万块的货。哈？对，还不是那些都是他欠你的，他拿货。对，我还要给他5万块的货，然后拿走货之后，他另外又再开了一个 IG， 然后名字跟我超级像的，他在卖。他拿走那5万块的货，熊熊，你就是日子太好过了。哪有？我很辛苦，我都是自己这样怕拼。你把账户整个交给他，对，通告费用也都放在里面。我要有你这个朋友，我都觉得很丢脸。熊熊，没有，真的。怎么这样子？我现在不会了，我现在这个是年轻的时候。来，现在长大了。刘洁燕来说，其实熊熊犯了几个法律上我们认为很严重的错误。什么？第一个，他把的账户借给别人用。你知道借给别人用账户这个就是非常危险。车手不就是这样子来的吗？而且你借给别人用的时候，如果今天他真的去诈骗了几百万，你是要连带负责。对啊，你不是说我今天因为户头名字对，户头是他的，所以你是帮助诈欺，而且还是洗钱。你是共犯的。对，你是共犯，你是洗钱的共犯。对，第二个就是说。你在当初出资的时候，你要借他钱嘛？对，你借钱这个要写下来因为金流它可是中性的你汇进去30万，目的是什么？你没有注明下来的话，法律不会承认你。所以其实我们在后面那个备注是有用的吗？是可以的。所以不管是你在做任何的汇款动作，你一定要留一个记录，不管是LINE的对话记录，或是你在汇款的水单上面，你都要记载这个用途是什么。它并不是一个真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单位或者是一个公司，并没有，对不对？我是用公司账户，他花的是我公司账户的钱。
公司账户啊，对，是我自己，我一个人，我自己有开个人公司。但是合伙关系是不限于公司。其实我跟你讲好，说我们一起做这个事业好不好？其实我们就是合伙了。所以合伙就是这么简单。不需要有什么盈利事业登记？不需要。所以合伙可以了。对，所以合伙那么讨厌就是这样子，大家都没有想，我们想要赚钱，好啊，一起走。合伙成立，这样就合伙了。所以问题问那么多，就是因为大家一开始都没有好好的合伙买彩券也算对，合伙买彩券也是。所以为什么之前有人彩券有个案例嘛？合伙买彩券，结果那个人中头奖，他不认哦，我没有合伙，这是用我自己的钱买的，他不认，他自己口头说而已啊，对，没有证据。所以合伙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公司里面办公室里面大家一起来包牌啊，对，一人出1000，对，合伙真的很随便。之前也有人合伙买演唱会的票翻脸。就例如说5个朋友，然后一起都是我帮大家买，因为我先抢到了，然后他们没抢到，就是我的负责嘛。然后结果不是我发生的，网络上看到的。然后他们现在韩信不都会抽福利吗？对，那福利是好到可以抱着你转一圈啊什么之类的。就这5个人里面抽到其中一个位置，然后那个人就说是我抽到的，他就直接冲上台了。结果那个号码其实是那个人的位置。然后他们就从此翻脸，再也当不了朋友。一定翻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但这一为己啊，你看一切的一切，就没了。人性真的好黑暗哦。乖乖，换你了。比起朋友或者什么干弟弟、干妹妹，我的是亲弟弟，所以就是好难哦。所以现在你们关系还是OK，就是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可是他是一直细水长流的在困扰着你，吸走我的一些钱。细水长流的吸走你的钱，时至今日都是啊，持续发生当中。可是目前有一直在变好的状况，这样。你说就吃的比较慢了，比较不会吃那么多。反正因为刚开始是前几年我还在当记者的时候嘛，然后我们开始就是接一些小案子嘛。那一开始我就不懂这些，我就一直签劳保。可例如说可能这个案子3万块，可是我剪接师、摄影师我就花了2万，我只赚1万。可是我劳保还是签3万。哦，你还要缴那个税？我一直签劳保，我就每个都签劳保，我觉得赚很多，我就一直签呐。我想说劳保来了我就签呐。然后反正隔1年那个所得税下来，因为我也不懂，我就是那个系统按，它就跳出来说你要缴那么多。我说我也没赚那么多，而且我中间是发案子出去了嘛。然后后来我就想说不行，这个事情得做一个解决。然后就跟那个家人啊、经纪人讨论完之后，他们就说不然我们可以先成立一个工作室。然后我就想说我自己成立嘛，可是我原本那个所得税就缴那么多了，我就跟我弟弟讨论说，那不然我们一起来开一个工作室好了。为什么要揪弟弟？因为那个时候我弟弟没有什么正当的职业，没有，就是他没有在公司上班啦，没有他也是到处接案子，所以这样子就是如果他来当老板，他也做一些事情，我觉得很方便。例如说他后来就开始帮我上传影片啊，整理那个公关品啊，整理文案啊什么，就他是有做事情的。OK， 所以公司他的名字，然后后来呢，我比较像是他的员工啦。员工。对。员工。然后就是过了这几年呢，因为你看1年开始赚一点钱，第2年开始赚一点钱，第3年下来之后，哇，赚的比较多一点点喽。然后呢，到要缴税的时候，发现好像那个系统没有那么好处理。一开始的情况是，我们先把爸爸的抚养给我弟弟报。因为就他已经抵税了，对。然后后来呢，把我姑姑的那个抚养也给我弟弟报，就全部把它抵掉了，能抵多少就吃多少嘛。因为我这边我就缴我原本我该缴的税，因为这公司是他成立的嘛。然后其实这些就是他要缴的税都是我在付，不能说我帮他付啦，就是我们公司的钱帮他付掉了，付，然后付完又过了1年之后呢，我突然某一年呢收到了我姑姑的健保催缴单，他说我们半年没有缴健保了。我说因为我们以前不用帮姑姑缴健保，因为姑姑没有收入，所以她健保是不用钱的，她年纪很大。可是呢，因为她报了抚养之后，她就开始健保是不符合那个不用钱的资格了。然后我们已经多几年没缴了，你知道吗？就好像半年还是多，然后缺这个钱，我姑姑就把单子拿过来说，那不然你拿去缴吧。反正就是我多了各式各样的各种的支出。然后又过了几年之后呢，我弟结束了他的不正当的工作。他想要开一间他自己的公司，他要接案子了，然后变成是他开的那间公司，他每1年不是会有一些结余吗？跟我跟他这间公司的结余都要算在他的人头下面的所得税。然后那1年我就开始不想帮他付所得税，不是要付更多所得税？因为以前我觉得我付的算是心甘情愿，因为我们合开，然后大部分的就是我也是。付出努力的人，他钱也是大部分给我嘛，他只有拿他每个月就帮我上传影片的钱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到了今年，他开始有他的公司了，他的公司也赚钱了。然后我就觉得，那这个抚养我要不要拿回来一半？爸爸给我抚养好了。然后开始就你知道有一点，
觉得那因为抚养可以抚养可以折抵，开始2个人计较这些了，抚养可以折抵8万8哦，2个人快17万哦。哇，对，而且那你就一人抚养一个。没有，可是如果说今天这个税在我名下，我还有房贷，我还可以折抵。可在他名下他没有房贷，他折抵不了啊。那你可以跟他讨论吗？你没有讨论吗？其实可以讨论，可是因为他一直都觉得很复杂，他很想要退出这间公司。那就退了。来不及了，因为我不想要改公司的名字。我看这是麻烦的地方。那你结掉这个公司，你成立换负责人而已啊。不能啊？谁说不能？没有，他只能就是，例如说我持股变多，或者持股变少，或者是我注销这间公司重新开一个，因为我们是工作室。可以换负责人。你现在马上问律师。对，我跟你讲，没有。现在来。好，来，我们进展了，我们有进展到今年为止最新的进度是我们有换负责人了。换到我的名下了，本来就是。可是他还必须要持股1%或2%或3%。商号是独资可以转合伙，可是合伙不能转回去变独资哦，所以没有办法。所以就像刚刚讲，他是没有办法把他弟弟踢出去，变成你一个人独资。可是你可以再加一个人进来，然后把弟弟请出去。哦，只要他维持是2个人，你要继续维持合伙就可以了。哎，你怎么那么聪明？对，所以。我也是抓一个交替。我听不出这个事情有哪里复杂的。不是，因为我有问过会计，他没有提供我这个方法，他只有跟我说你骑虎难下了，你回不去了，你完蛋了。对，你不能变成自己的独资。对他讲的也是对的，可是怎么有这条路？对啊，你就再加一个进来，弟弟，再见了哈，再见了。我要问律师，那因为他是弟弟嘛，像我之前是我哥开了一间酒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很年轻，我大概20岁，然后就觉得说，酒吧老板好帅哦，然后我就跟我哥说，我说，哥，我想要投资，我可以那个参与吗？因为晕船所以投资。对，我就觉得哇塞，坐在那边，然后在那个吧台前面这样帅哥，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拿了我的零用钱跟我的压岁钱，那时候才20岁，我说好不容易存到了一个20万。我就给我哥就这样拿走了，理所当然就这样，好拿了。可是因为我哥他是玩乐团的，然后他的朋友常常就是表演完之后，他们就会来我们这边喝酒。结果呢，我哥呢喝完酒之后他就喝醉，他也都没有收钱，然后最后呢就被我哥喝倒，酒吧就喝倒了，就喝倒，你这20万，所以现在想问的是，我想问就是说，怎么断绝兄妹关系？也不是，关键，直接没有办法，你这幽默感超越简大文，直接指导，我跟我哥感情很好，登报可以吧？对，我也觉得我觉得也没关系，但我只是说当时我就这样子拿给他，他就这样拿走了，然后也就这样倒了，然后其实中间就没有任何的，真的你们什么都没讲清楚，也没讲啊，就那你就用亲情的感受来跟他呼唤啊，把他喝回来，起码20万喝回来。其实他这状况跟熊熊那个状况有点像一样啊。对，但是他只有20万，我那个是更多，对，因为这个他要领多少，所以他严格来讲，而且他当初20万，他不是想要投资酒吧，想要更接近那个帅哥，把那20万拿给那个帅哥，搞不好还有一些什么回馈。对啊，他还会带你去吃。好，不要胡乱的建议，好不好？可是熊熊有拿到300件衣服，他什么都没拿到。对啊，我什么都没有，我一杯酒也没喝到，因为我不会喝酒。没有，如果是嘉轩哥哥，你真的他在经营合伙事业，他自己把它喝掉，等于他侵害了合伙的财产嘛。所以你是可以跟他追讨的啦，可以跟哥哥追讨的。可是他无法证明那时候他给的20万是要投资这个酒吧。对，其实他可能没有讲给他没有讲一个哥哥说你可能是只是借你那个私人借贷啊，对，私人借贷那个也无法，而且你动机本来就不纯正。现在我要讲的这个 case 呢，就是我一个大学就认识的一个好朋友，家境很好，所以他不缺钱。那后来呢，他在高雄那边就跟朋友投资了一个生意，然后这个生意越做越大，生意怎么类的？我不方便说，为什么？因为他们还在，因为一说就知道了。我这个朋友会这么明显吗？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后面呢，他们想要到台北来投资开店，那因为他们台北就也人生地不熟的，就找到我，我说好啊，我就很热情的，那时候还骑着摩托车带他们去找点，哇，找了一个点，然后开了一家店。生意就一下子就爆红，就跟我讲说，阿强，我们这边就是老板有想说，谢谢你帮忙，然后我们这边开放一个股份让你投资，我说那30万可以吗？可以啊，可以，你30万就算你一股，那后面有分红一定都给你。
我就想说啊，反正这个朋友，我就想说还要不要白纸黑字什么，就太麻烦了。这朋友家里有钱，那一点都忙，白纸哪儿麻烦？不会贪钱，3-5分钟的事情是麻烦什么？我想说他不会贪我的钱。你觉得他反正他去跟他开这个口，我也觉得好像我太小家子气，对吧？对，小鼻子小眼的。对，然后我就好也30万就汇给他了，然后后面也就真的每个月有分红哇。分红大概分了1年多2年时间，我不太记得。那的本回来了，回本了。哎呦，后来呢？慢慢1个月、2个月、3个月，过了半年，怎么都没再分红了？我就忍不住问了他说：“为什么最近都没有分红呢？”他说：“哦，因为我们现在生意越做越好，我们要上市上柜，哇，太好了，要集资，他们要投资买地什么什么，说哇，太好了，太好了。”那跟有没有分红有什么关系？我不懂。他们讲集资，他们讲的一个说法叫集资，所以大家都不分红了，就不会有分红这件事情。新的时代要来了，对，我们要先集中火力，一次爆发这样子哦，上市上柜太好了，大家都期待。投资公司暴风成长，陈志强赚钱美梦却泡汤。我爸呢，因为有在玩股票，有在看股票，说你们那个公司现在赚很多钱哦，至少多一个零。至少多一个零，是他说至少哦，至少多一个零，差很多我就打电话问我那个朋友，真的上市上柜了。哇，那这30万，你打算怎么办？就哪一天我妈走了以后，我再把钱抢回来。过了大概10年吧，我没问过这件事情。然后我跟他也中间都会，见面出去吃吃喝喝，然后每年他生日我也会跟他一起过生日什么的，都很好，感情很好。是好朋友。有一天我爸打给我，强，你们那个现在上市上柜，你应该领很多钱吧？我说没有我已经大概10年没领到钱了。后来呢，他就说，我爸就跟我讲说，他在银行遇到他妈妈。我爸呢，因为有在玩股票，有在看股票，说：“你们那个公司现在赚很多钱哦，我们家强强应该也分到不少吧？”这样，他妈妈就说：“关你们家强强什么事？”我爸说：“怎么了？我这强强不是说他们有投资什么什么什么？”他妈就一问三不知，我爸也是言愣了，他说：“怎么好，打电话给我问我这件事。”我就打电话问我那个朋友。关键对我说来了，你妈不知道我有投这笔钱吗？后来我的朋友就忍不住了，对不起。有没有这么夸张啊？他们真的上市上柜了。哎呦，然后呢，这中间为什么没有分钱？其实持续都有在分钱，只是一开始他们是不能讲玩票性，只是一个合伙，我们弄一个生意，被他们弄起来了。这个负责人原本是挂我这个朋友的名字。当生意搞大了，我这个朋友呢，我刚才讲说他家境很好，他是不用工作的，他的工作就是接送他妈妈，要去泡山温暖，要去吃饭，私人助理孝子工作，家境很好啊，家境很好，他是不工作的，所以当初他拿来投资这个生意的钱是他妈妈给他的，他是用他妈妈的钱，多少钱我不知道，比如说500万好了，他拿了500万来投资这个，但是是他妈妈的钱，当这500万做起来了。上市上柜了，他妈妈说：“哎呦，这是有搞头的。”那个负责人写我的名字，负责人一写他妈妈的名字之后，钱就不是进我这个朋友的户头了。这是嘉玲的妈妈的故事吗？对，大概应该就是那个类似。那一开始为什么我都有钱呢？因为这个钱，我朋友其实没骗我，他也把该给我的都给我。但是当生意做起来的时候，这个名字换人之后，他不知道怎么跟他妈那个钱要给强强，要全强的。我就说，那最后我这30万你到底放到哪去了？对，你如果是那500万，我加进去也是530万啊。他说30万我就当我的零用钱。好诚实哦，因为我跟他非常好，那我想说好了，我就想说那没关系，那这30万你打算怎么办？他说，这个30万我问我妈一下好不好？我过一会打给我，我也趁了一会的时间，我打电话给公司的大老板，我说当初他说阿强你当初丢多少钱？我说30万，他就说我说我现在如果想要退。我把全部的，就是我30万我不玩了，你把当初我30万加上你后面的累积出来的一些什么，还给我吧，我可以拿多少回来啊？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跟我说：“我今天跟你讲的，你不要说是我说的，因为这件事情我也不好意思去帮你跟他说什么。至少多一个零，至少多一个零。”是他说至少哦，至少多一个零，差很多哎。因为很成哇，这个时候我就没有办法看开了，我就喂多一个零啊！我还没等他打电话给我，我知道消息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他去，我说：“你说现在名字是你妈那边的，你做不了主，你告诉我怎么办？你给我一个答案。”你知道他回我什么？什么？后来，等哪一天我妈走了以后，我再把这个。跟你妈走，那一天如果你先走怎么办？我先走怎么办？算谁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开始，我们现在的话题聊到从合伙聊到生前契约了。对，这怎么搞？看你要不要在乎这个事情，还是就是一辈子的朋友。好，后来呢？好，他妈妈打给我，他妈妈纯纯跟我说：“强强。”就麻烦你把当初你传给我儿子汇给我儿子的钱的汇款证明或者是简讯内容传给我看。哎，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是几年前哪找得到20年的时候跟我讲05年15年前的事，手机都那个时候手机我都还不是用 LINE 吧？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对我手机也换了不知道几只了吧？都没有记录。我去哪里这个记录账本也找不到，丢去那时候也不流行电子银行吧 ？MSN 吧。我去哪里找这些东西？我想都不想，我直接回他妈说，我说。阿姨，不好意思，我跟你儿子没有这些你所说的证据，有的只有我跟你儿子的友谊跟诚信。好会讲哦哟，是事实上如此。事实上，我不知道要回他什么，我跟他有什么？我当初我也不是说为了要赚大钱跟他这个。过了大概2年后，我朋友就跟我讲说，我妈有汇了一笔钱，你去看一下。我汇了一笔钱，我去看，过了2年，这已经10多年。这件事又过了2年之后，他汇了大概18万给我。为什么是18万？我说，这18万是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后来呢，又再过2年，他又汇了大概1年，大概会有5万块的一个分红。我想这5万块到底是什么？我后来因为有在看股票了，我去看了一下这个公司的每年的股利。他是把股利然后再除以多少，等于是好像我用了30万的现金去买了这家公司的股票，每年分到的股息，他就认那30万，他认啊，他没有不认的意思。但是我就去买股票就好了，我当初跟你这30万，这是20年前的事，他是原始股，他是原始股东。当然对，这个就像我那个大老板讲的，这个如果要拿回来的话，应该不是拿这个零钱而已，而是至少多一个零。但我也就没关系，就是没关系的啦。对啊，我没有一定要算计那个的话就，但是还要友谊没变。友谊没变，那是因为我大气。亲戚来揪做生意，父女一并被骗钱。保养品这一块其实很好赚，然后全部都到位，就等你了。对，我一条龙全部都我来负责。然后呢，资金我们1人1半，我总共出了大概快到60。然后呢，他回去以后，怎么开始慢慢的没有消息嘞？妹妹，快来！希望他会你知道我本来想叫我爸找你，可是我爸也丢了20万。啊！友谊没变，那是因为我大气。卖 gay 啦，真的啦。人家说你一点都不贪吗？也不可能啊，对不对？因为你听到多一个零，你一定会觉得对你想到有可能可以得到的。你刚刚那个本色跑出来，我就看得蛮心寒的。谁不心寒？你看他们都还有一个还拿回5万，这个还有那个什么抚养可以报，你什么我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是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亲戚，算是远房的表妹。然后呢，那因为他跟我从小就很好，然后读书的时候大家还是都混在一起。可是出社会之后，他就到大陆去工作去发展。那他有1年就回台湾，他就跟我吃个饭。他说：“你知道吗？现在啊，很多艺人都在投资做生意，而且保养品这一块其实很好赚，你知道那个利润很大。”他说：“我跟你讲，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我认识了一个生物
博士科学家，他的东西呢都非常原料都做得很好，而且我还认识，他就说我认识厂商，我认识瓶子的瓶罐的厂商，然后我做商标，然后全部都到位，就等你了。对我一条龙全部都我来负责，然后呢资金我们1人1半，你先拿30出来，我拿30。OK， 大家都是在30以内，我们大家听到故事都还是在30以内哦。30是台币吗？对，台币。然后呢，他说品牌有可能30万台币，因为前面只是一些那个生产，好像都是30哈，还要演到30，还要讲，比较容易出手的门槛。这个数字很好接受，你不会想太多，而且又是这么轻的人，他就说你先拿30，然后我也出30。我觉得这重点就在于我们真的就是没有白纸黑字。然后呢，他就说，那因为现在我的钱还在大陆，我下一趟回来的时候我就会拿回来。那前面你先帮忙一下，垫一下，有没有？讲这个话的是表妹，你会怀疑吗？请问？对，完全不会。长大的，我除了拿了这30万出来之外，然后后面什么设计 logo 3万5万就这样一直跟我请款。就最后我总共出了大概快到60，然后后来呢，他最后还跟我说嘛，他说姐姐这样好，我下个月回内地，这样我们来开发内地市场，所以他就直接把我货拿了一半就走了，就回去。在这一刻已经赚钱了吗？有稍微没有赚钱，完全都没有赚，只卖了一些，大概2箱吧，就卖了一些，可是看得出来都有在销售。对，就是你有看他有在做，就是该做的什么找行销啦，然后什么都有在谈，我都有看到。然后呢，他回去以后，怎么开始慢慢的没有消息嘞？然后呢，我就打电话给他妈妈，我就说，阿姨啊，那个谁，他现在在大陆，你可以帮我联络到他吗？他说，他已经很久没有回家嘞，他已经去大陆10几年前去大陆，他就没有很少跟家里联络。你怎么会跟他合作？你怎么会听他的话？我说我怎么知道？我不晓得就是他跟家里关系已经完全几乎是断绝了，他没有跟家人联络。然后呢，他回来也没有跟他家人讲他找我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搞这一拖，他们家人完全不晓得，然后再也没看过这个人了。也没有从别的地方回来，你给我回来，也没有从别的地方回来面对。你刚才在跟谁讲话？就他，哇，回来。你知道我本来想叫我爸找你，可是我爸也丢了20万。你爸有投钱进去，因为他也知道就是美眉啊，就好了，他就拿了20万来帮我啊，就知道说我们要做这生意啊，结果后来也是一并骗去啊。哇，80哎，这个尤律师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其实这件事情，因为刚听嘉轩讲嘛，他那个经纪是他的妹妹是有把你的那些合伙的货是有拿走的嘛，对，他都是消失了嘛，对，等于他侵占你合伙的财产的啊，对，所以其实你是可以在台湾告他刑事的侵占，所以只要他一回来，因为他都没来开庭嘛，所以基本上他有可能是会被通缉，就被通缉，所以他一回来台湾就可以。你就可以找到他。你不告的话，你抓不到。那现在过了这么多年，还有用吗？还有用啊。但今天我们不是说只是这样子，大家自己也关在一个房间互相安慰取暖，不是。我们要捍卫自己。我们须得长点知识。没错。马上进行。法律常识大考验，合伙纠纷篇。合伙纠纷篇，法律呢是保护懂法律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就来长知识，来保护一下自己。好，第一题，好，来，晨晨与一位好朋友爸爸合伙经营网页设计，两个人约定以爸爸为负责人。后来爸爸的设计因为没有经过授权而使用了其他摄影师的照片，结果被这位摄影师告了哦，而且告输了。爸爸告输了，但是这位摄影师因为没有获得赔偿，请问这位摄影师可以拿着法院的判决去执行晨晨名下的房子吗？哇塞，这个问题好多层面哦，好难哦，可以吗？我不知道，应该可以吧？那我们可以站这边啊！你是针对个人还是针对公司呢？好，选择完了。啊，你们都是 no 吗？连带关系有法律关系，一定可以。所以要共同承担债务，对不对？没错。为什么你认为不用？我觉得公司就是归公司，个人就是归个人。公司就是破产了，他没有办法追讨到个人吧？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负责人，因为负责人是爸爸，对不对？他可以去申请他的执行，他想去要求，他想去主张，但只能跟负责人要。答案是1、
2、3，好，可以哦。各位，你们可以吓到，连带关系。合伙人不是负责人也要承担，不是，因为合伙人对合伙的事业是负无限连带赔偿责任的。哇，是不是？法律考题好熟悉，竟是熊熊亲身经历。熊熊出了10万元，跟男朋友和我开了服饰店。我是投资娃娃机店被男朋友 A 钱，不是天使故事，哦，超贵呢，真的。因为合伙人对合伙的事业是负无限连带赔偿责任的。哇，是不是？你懂我意思吗？真的假的？你不是说合伙只是口头的，这么容易？对，所以合伙很可怕，各位观众，合伙很可怕。像刚刚雪龙讲，他出了30万，对不对？对。如果说今天哦，他真的账户被别人用，合伙事业又诈骗了，对不对？又要赔500万，你要再拿自己的口袋再拿出来赔这500万哦。而且法院的判决，即便我不知情。对，而且即便法院的判决是这样，我先告合伙嘛。对，那我去执行合伙了，因为合伙已经没有钱了嘛，对不对？所以我的债权人我没有拿到清偿，我可以直接去执行合伙人的财产。就他没钱，我要先拿。对，所以合伙人就很可怕。天哪！要合伙了，不要乱跟人家合伙，真的不要哎。好，请回熊熊跟嘉轩各得1分。哎呦，想不到吧？怎么会被骗？第2题，来喽！我跟2位朋友共同经营美甲店，因为我另外有上班，所以大部分时间是我朋友在管店。所以美甲店在结算的时候，朋友说美甲店必须要给付他薪水。那请问法律上我可以拒绝吗？可以吗？请作答。这个应该是这个。哎呦，这次2个女生又选同一边了。为什么不付钱？为什么不付钱？没有，不是要付钱，要付给他合伙人，他不能拒绝。不能拒绝。哦，不能拒绝。因为这个，因为我朋友之前他有开一个那个酒吧，然后就是他因为他是有上班，但他的合伙就是他合伙是有自己正职的收入，所以这个算是他丢钱，但他不管事。对。所以他每个月要再支付我朋友大概5万块的薪水。你本来就是要请人，那我来做这件事了，让你去做你的事业。那你本来就没有在上班，所以你不能支领薪水。可是我有在上班，所以我可以支领薪水。所以我们的分红要扣掉，要扣掉那个薪水。合理啊。对，分红就是分红，薪水就是薪水。可是你有做事，可以多拿拿一点，他拿的钱就不叫薪水。没有，你这样就乱掉了。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耶。我不确定，这样他就乱掉。你要看他当初的分红的股数是多少。他20%，他就是只能拿20%。我刚刚就想这个，所以我刚刚有点迟疑。我就觉得名义上他拿的就不能叫薪水。如果今天这一题要走的是这种文字游戏的话，我觉得那当然像对啊，像他讲的，但是我觉得合理。一个是付出劳力，一个是付出财力。这样计较的话就尴尬了，我跟你讲，对不对？可是是不是就是要讲清楚？你不能拿薪水。对啊。然后我去申主张的时候，你还给我碰一鼻子灰。对，那谁要顾店？4比1哦，好。到底法律上可不可以拒绝执行？可以吗？请作答。2、3，可以。所以跟广告。那这样干嘛要上班？没错吧？那这样干嘛要上班？合伙原则上你在执行合伙事，你必须一开始就要讲好你要执行。如果你们都没有讲好的话，所有合伙人原则上你在管理合伙事业是不能请求报酬的。如果你开始的模式是说我合伙人我要当员工，顺便也当员工，那薪水是多少？你们一开始就要讲，就要先讲好。如果你后来一开始没有讲，后面的人可不可以拒绝？可以哦。哦，就超鬼呢，真的，这世界上好多坏人。好，来，请回台子上，不友善哦，这事情。还有3题的。哎，还有3题哦，现在关关1分。出太难了，我这个出太难了。嘉轩1分，熊熊1分。律师很会出很难的题目。来哦，第3题。熊熊出了10万元，跟男朋友和我开了服饰店，听起来就不好。后来熊熊抓到男朋友，感觉是真的，所以熊熊提议要分手，也不想要在一起开店喽。你不要拿真实故事来讲。前男朋友一直拒绝，注意听。所以熊熊就以15万的代价将服饰店的出资转让给朋友小轩，让小轩成为新的合伙人。请问熊熊转让给小轩的行为合法吗？好，请选择。所以熊熊就以15万元的代价将服饰店把股份卖转让的男朋友的同意，转让给小轩成为应该是合伙人。新的合伙人。就跟你刚刚那个谁的故事好像，跟你刚刚那个故事好像。你这走回来了的。你到底要站哪里？你要站哪
哪里？然后所以走过来，都走过来。因为我在想，刚刚跟你那个故事好像。为了躯壳，我必须站这边，要我一点分数都没有。好 OK， 对不对？那我的想法跟你一样，我们两个现在都还没得1分。哦，我们要同进出，我们俩都没有得分。对对，所以如果等一下你们得分的话，就全部平手了。对，我们就平手了。对，就加1题了。我们这边分数跟他一样。对，我们觉得有道理，有道理。那如果你们两个又没得分，你们就先走了。对，就先交分。我们这不就确定2分了？你们就再也对，回不来了。他们就确定2分。对，没有啊，我们这边我们也是，所以跟你们有一样的差距啊。 OK， 好，你们是策略性的选合法，可以转让，你们是选不合法，不能转让。我觉得要经过那个前男友同意。对我也是这样，虽然他我自己合伙的，你不能就随便转给别人呐。哦，对不起，我刚合伙人也要同意。所以劈腿很，他脑中有这个人，他脑中有这个人。对我想到谁，你知道吗？因为我是投资娃娃机店被男朋友 A 钱，不是真实故事啊，真实故事啊。不是店是娃娃机。好，那直接来看答案喽。好，怎么样？好啦，1、2、3，是不合法的哦。你们给扯了对吧？你们亏钱。我觉得你最近的亏国现在喝我，等一下不没有，刚刚是策略性的啦。其实陈哥想选这里，我想选那边呢。其实刚跟选总讲了，就是说，因为合伙人，我们刚一开始讲，他负无限连带赔偿责任嘛，所以个人的财力、个人的信用什么都是很重要。所以在选择合伙人的时候，你一定要其他合伙人的同意，所以你要转让也要其他合伙人的同意。那如果他死不同意，我可以退股，对不对？退股要有退股的限制，要有退股的程序。股也有限制，对，合伙就这么随便，退股要有限制。对啊，怎么这样子？所以合伙很讨厌。合伙问题吵翻天，连律师也受不了。前女友跑来跟我说，频道我们共同经营的时候，还有欠厂商货款50万，我可以说我已经退活了，拒绝一起还钱吗？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把我搞肚子大了，然后这个生小孩，你不负责吗？对，提分手的当下，你要告诉我你有怀孕，你也有小孩，那我愿意付钱。我当下我不知道我月经还要来啊，等我过了3个月、4个月，怎么都没来，我一检查不行啊。第4题，我跟前女友一起合伙经营 YT 频道，后来分手了是。Andy 老师吗？我退伙了，也把频道给他了。现在是他还持续经营这个频 Andy 道。老师，结果有一天，前女友跑来跟我说，频道我们共同经营的时候，还有欠厂商货款50万，要我必须一起负责还钱。请问，我可以说我已经退伙了，拒绝一起还钱吗？可以吗？请选择。然后选择。共同经营的时候，好来喽，有分歧喽。哎，女生今天都站在一起呢。我没有，哎，阿强，我们这样的分数就不一样了，阿强。他已经在没有，我跟他们也会不一样怎么办？有分我歧了。有抓到重点。好，就嘉轩你说，合伙就是合伙，你一开始合伙，不管后面分不分手，有没有退，你就是要负责。没有，可是他退伙了。我们您退了，频道也给他而且了。我们共同经营的时没有，候可是那我现在你一个人经营的时候，我也没拿新的钱了啊。你后面女生还持续经营，她有写啊。对，她还持续经营这个频道，那新的收入我也没拿到，我干嘛要付这个钱啊？那个是在重点是这一句合伙的时候，对对啊，频道我们共同经营时，还有欠厂商对，的。可是我已经退伙了，因为我退伙前你没有跟我清偿清楚啊。对，退伙，对对对。你对啊可以下去吗？好逼人哦，好靠近，好靠近。我认为在退伙那时候，那当下赢过2期。我有没有需要再补钱的？不是，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把我搞肚子大了，然后这个生小孩，你不负责吗？对吗？我告诉你，我没有不负责，离婚，我跟你不是，离婚了就不要小孩你就不要了。我跟你离婚了。听他说。没有，我们都要负责。是我跟你提分手的当下，你要告诉我你有怀孕，你也有小孩，那我愿意付钱。我当下我不知道我月经还要来啊，等我过了3个月、4个月，怎么都没来，我一检查肚子已经大了。不然话不说不明啊！突然肚子就大了，才发现怀怎么能说不负责？就是你的骨肉，那我们就直接看答案了，好不好？好，到底要不要？哎，我不可以拒绝哦。对吧？要负
责嘛，不可以拒绝哦。我们刚刚讲那个点银货两讫的时候，我要退伙的时候，你并没有告诉我还有欠款这个时间点不行吗？银货两我都切割嘞，你还跟我说以前有欠钱哦，你要还哦。银货两讫是我们合伙人之间清算的问题，可是我对外我还是必须持续的负连带赔偿的责任。只要在我跟你合伙的时间的时候，我还是必须。可是他必须证明这个钱是在我们共同经营的时候欠的。对，当然啦，他可以证明，因为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个题目已经讲了嘛，这是共同经营的时候，所以即使你退伙了。你在共同经营、在合伙的期间，所有的责任你还是必须一起再负连带。看完这集谁要合伙？所以不是说我今天退伙了就不干我的事情哦，不行哦。最后一题吗？好，最后一题。哎，我们已经没机会了吧？最后一题。好，我跟2个朋友合伙开饮料店，但我只投资了一点点，只占5%的出资额。现在饮料店负债100万。我可以对饮料店的债权人说，我只负责还5万块吗？请选择。哎，那这样是不是可以？这是个简单的数学题。哎，算了，我这里好了。这很针对性哎，应该不行，应该不能赔那么少，对不对5%出5万，5%赔5万，不是吗？对，就是一个百分比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一定是没有那么简单。可不可以？哎，我站错了。站错了吗？那你回来啊！来不及喽。我丢多少钱负多少责任呐？应该是这样的。而且分红我也是只有分5%，我也不是分10%。那这什么题目？这有什么好出的？反正那你为什么要在这里？不会那么简单，不可能，所以可能有陷阱。对，我们都觉得没那么简单。你们觉得是有陷阱，然后你纯粹只是站错，他纯粹只是来陪你的。好，这样很清楚了。会不会就那么简单？来，答案是 No。我被骗很多，我已经很多经验了。为什么？对，因为我刚刚一直跟大家讲的，合伙人就是负无限连带赔偿责任，所以说你合伙事业，对，即使你出5%，你还是必须负全额的责任。天哪，这也太惨了！所以照比例不是吗？可是分红的时候只能分5%吗？但是我是最债权人哦。如果今天我是债主，我可不可以跟陈哥要100万？可以哦，你不能只赔我5万哦。至于说你们内部是多少钱，你们合伙人就是你陈哥先赔完你之后，你可以再跟我们要，可是他跟你要，你就要给他。我刚刚有空，我先给他。你看我口袋有钱，你先给。对，合伙人就是这样。今天熊熊竟然是用最高分胜出，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哇，对，我被骗的很有经验了。久病成良医。颁奖！真的有钱哦！哇，恭喜熊熊，恭喜熊熊！哎，跟亲友一起创业，看起来好像是安心的选择。为什么呢？彼此熟悉嘛，信任度高嘛，合作起来应该会更有默契嘛。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首先，第一点，公私不分是最大的隐忧。对，跟大家都长知识了。对，再一次恭喜熊熊啊！也希望我能够长知识，对不对？我那1分是因为站错才得到的。女王大人，下次再见。See you。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特别感谢嗨欧尼时尚美妆。